在中国，几乎每个区域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将某项工作置于最高级别、最优先席位，集中资源，全力攻坚。对于这样的工作，我们称之为1号工程。而比1号工程更为重要的，则是承载民族夙愿、凝聚两岸民心的国家战略工程。这条串联南北、跨越海峡的钢铁通途，早已被纳入国家8纵8横高铁网核心规划。从北京南站出发，经津冀、鲁苏、皖赣至福建平潭，再以海底隧道穿越台湾海峡抵达台北，全长约2200公里的线路正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。目前大陆段已基本贯通，仅剩125公里的跨海关键段待攻坚。这项预估总投资超4000亿元的世纪工程，是中国首条跨越台湾海峡的大型交通动脉，更是见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工程。它将以350公里的设计时速，在海峡两岸架起民心通途，铺就两岸经济共荣、文化同源、民族同心的统一发展新蓝图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我讲解的是国家战略工程之京台高铁。为了收回台湾，除了大家经常看到的武统之外，我国还专门规划了这条高铁。一直被外国势力觊觎的台湾战略位置到底有多重要？台湾位于我国沿海的大陆架上，东临太平洋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，北濒东海，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。然而这个面积不大的地方，却在1895年至1945年被倭寇殖民长达半个世纪，如今又被美日等国家所觊觎。我国地理位置比较特殊，除了东面是沿海，其他3面都接内陆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我国还是相对封闭的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陆权国家。首先在经济层面，随着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全球化经济的趋势日益增强，海运也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而台湾位于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，中日韩从中东或欧洲的货物运输，有80%都要经过这里。甚至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铁矿石也要经过这里，每年通过这里的船只高达10万艘，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运输线之一。如果台湾被他国控制了，无疑是掐住了东亚各国经济的咽喉。这样的事情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，在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，对台湾进行封锁，导致中国南北航运不得不绕道航行，比之前增加了4533海里航程，时长增加15个小时，严重阻碍了我国南北的沟通交流。其次是在战略层面上，在上世纪50年代，美国为了对我国近海进行封锁，提出了所谓第一岛链战略。这些岛链分别由周边的岛屿组成，从地图上面可以看出来，这一岛链的核心就在台湾。如果台湾回归祖国，这个所谓第一岛链也将彻底不复存在，而且台湾将会与舟山群岛以及南海的群岛形成三角之势，将是我国沿海地区一道很好的地域防线。但如果台湾落入他国之手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也将直接暴露，台湾也将成为他国进攻我国的跳板，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再加上我国大陆架的原因，导致近海的水很浅，不适合核潜艇隐蔽，而台湾以东却是深达6000米的海域，且直连太平洋中心，这样我国海军就有了挺进太平洋的桥头堡。因此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为了收回台湾，国家做了很多大事儿，但是最大的难点就是交通问题。而两岸现有交通方式的局限，更凸显了构建直达通道的迫切性。目前海峡两岸的主要交通方式是航空，厦门到台北的直线距离仅有350公里，但却要先向南绕一圈才能到达。这不仅把里程数增加到了900公里，还将原本25分钟的行程延长了1个多小时。明明能直飞，为什么要绕道而行呢？看到这张海峡中线示意图了吗？这就是飞机无法直飞厦门与台北的原因。在福建省和台湾省之间存在着4个禁航区，由北向南依次是 R8、R9、R11 和 R5。有了这条无形界限的阻拦，飞机就无法从上空直接穿行而过，只能选择绕飞了。但你可千万别认为绕飞就简单了，绕飞也有绕飞的规矩。目前厦门到台北的航班主要有2种绕飞模式，第一种是走传统的 AA470 航路，这是一条从厦门经金门、马祖和澎湖，最后再到达台北的航路，同时也是两岸最早开通的一条民航航路。这条航路的特点在于它是沿着台湾海峡中线的西侧飞行的，属于完全在大陆的飞行情报区内，既避免了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风险，也不会进入到台湾省的飞行情报区内，
因此不会引起台湾省方面的反对和抗议。但由于 AA470 航线不仅连接着长三角地区、福建地区和珠三角地区，还是一些东部地区飞往东南亚的途径航线点，所以这就免不了航线的拥堵了。据悉，每天约有1200多个航班飞行在这条已经超饱和的 A470 内陆航线上，给这条航线造成了严重的堵塞和安全隐患。拥堵再加上绕飞，硬生生地把飞行时长拉到了2-3个小时。甚至在2014年，国际驾驶员协会联合会曾向大陆致函，将 A470 航线定为了极易堵塞的黑五星。于是第二条新航路 M503 航路就诞生了。这是一条从厦门经过平潭、湄洲岛、东山岛，最后再到达台北的航路，自2015年开通运营至今，是目前最便捷的航路。这条航路的特点在于它是沿着台湾海峡中线的西侧飞行的。由于距离台湾海峡中线仅有6公里，几乎已经靠近中线了，所以就缩短了飞行时长，只需要1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条航路的飞行量相对较小，不会轻易出现上面 A470 航路的拥堵情况。但缺点也显而易见，由于它太靠近台湾海峡中线了，所以就引起了台湾省方面的强烈反对和抗议，认为这是大陆的单方面行动。不知道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？看了这么多，总感觉坐飞机还是太麻烦了，不如高铁来的简单。这种绕飞、拥堵的出行困境，正是修建京台高铁最核心的刚需所在。它将从根本上破解两岸直达交通的难题。接下来我们先深入了解京台高铁中难度最大的一段，横跨整个台湾海峡的超长跨海大桥工程。这条预计2035年建成通车的高铁路线，已经为台湾省回归铺好了回家路。京台高铁是我国在2016年提出的一条连接北京与台北的超长高铁线路，它将我国华北、华中、华东、华南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省连成一个整体，全长超过2200公里，是我国8纵8横铁路网的核心干线之一。经过多年布局建设，京台高铁的修建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环，也就是跨越台湾海峡的这一段路线。而如今跨海规划已经初步敲定，打开地图之后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京台铁路的路线。虽然目前还在规划当中，但其实除了连接台湾省的跨海工程，其余线路基本已经完工通车，甚至还在福建平潭岛上修建了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。这座大桥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京台高铁的大体线路。京台高铁的起始站为北京南站，然后一路向南出发，经过河北省、天津市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江西省、福建省，最终到达台湾省的台北市。这一路线共经过8个省份和1个直辖市，是我国跨度最广的高铁路线之一。一路上经过的站点也比较多，在山东省境内会经过德州、济南、聊城、济宁等城市，然后来到江苏省徐州市。离开徐州后进入安徽，主要经过宿州市、蚌埠市、淮南市，然后到达合肥市。按照我国京港台通道的线路规划，京港高铁与京台高铁会在合肥市分支。京港高铁向西分出合安高铁，也就是合肥到安庆的一段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。这条线路继续向前，经过安九高铁、昌九高铁、昌赣高铁、赣深高铁，最终与广深港高铁接通，至此京港高铁完成闭环。京台高铁则分出合福高铁、福平高铁以及最后的跨海高铁共3段，而这3段也是整个京台高铁最重要的部分。合福高铁也就是安徽省合肥市到福建省福州市的高铁路线，这段路线从合肥北城站出发，沿途经过合肥市、铜陵市、黄山市。安徽段长度约为340公里，在江西省境内只经过上饶市。江西段长约183.2公里，在福建省经过南平市、宁德市，最终到达福州市的福州站。福建省段长约283.6公里，合福高铁全程约850公里，途中设置有24个站点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。该线路于2009年开工建设，在2015年已经开通运营。该线路建成之后，坐车从合肥市到福州市的时间缩短一半，从8小时变成了4小时。京台高铁路线到达福建省后，剩下的路线只需要将福州市与台北市连接起来，而这一段路线要穿过台湾海峡，路线选择也成为难题。通过地图可以详细的看到台湾海峡两侧的情况。海峡西边是福建省，福建省的东部有一座名为平潭岛的岛屿。平潭岛是福州市平潭县的所在地，
该岛面积约为371.91平方公里，有人口约38.1万人。平潭岛是大陆距离台湾省最近的一块面积较大的陆地，因此想要修建京台高铁跨海路线的最佳起点就是平潭岛。为此，我国开始大力建设平潭线的交通网络，让这里成为未来连接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。2013年，我国开工建设了福平铁路，将福州市的铁路延伸至平潭县。福平铁路全长88.433公里，起始站为福州站，终点站为平潭站。为了连通福平铁路，我国还耗费7年时间，建设了16.323公里长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。该大桥横跨人鱼岛、长屿岛、小链岛、大链岛等岛屿，采用上公路下铁路的方式，公路为双向6车道高速路，铁路为双线200公里铁路，极大改善了平潭县的交通便利程度。2020年1、12月，福平铁路正式通车，代表着从北京到福建的整个京台高铁大路段目前已经基本建设完成。京台高铁的最后一块拼图便是从平潭县到台湾省的跨海线路。想要将铁路修到海的那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就拿福州到平潭岛这短短88公里来说吧，作为世界3大风口之一的平潭海峡风大浪急，一年300多天都是6级以上大风，海浪能直接超过3层楼。如此恶劣的建设环境，让我国从2013年就开始建设平潭海峡公铁大桥，但直到2020年底才建成通车，可见其艰难程度。目前京台高铁已经完成了94%，只剩下穿越台湾海峡的最后一段，桥梁、隧道和轮渡3种方案摆在眼前，却未能抉择。先来说说桥梁方案，因为京台通道计划通行公路和铁路，所以会设计成上层高速公路、下层高铁的双层通道。前面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就提供了样板，先在陆地上预制组装好，再进行吊装。建成后既不会受天气影响，还不会影响生态环境和航运活动。但这一方案在时间上却比较紧张，平潭海峡大桥用时7年才建成88公里，而台海通道3种方案都在120公里以上。如此长的跨度以及地震带边缘的地理位置，想要在2035年建成通车有些困难，因此就有人提出了海底隧道方案。我国也已有了港珠澳通道、深中通道等样板，那这不是只有公路没有铁路吗？其实我国已经在建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，永州铁路的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.18公里，而且世界上也有3条接近50公里的海底隧道，日本青函隧道、英法海底隧道、瑞士新圣哥达隧道，但台湾海峡隧道长度接近它们的3倍，造价预估将达到3000至4000亿元以上，建设工期如果顺利的话，也需要3至10年。不过，如此长的海底隧道安全性还有待考证。这么看来，还是轮渡方案最简单安全。轮渡直接将高铁或火车运送到对岸，既不用受地形影响，还不用担心技术限制。但也有人说，我国造岛神器那么多，直接填平台湾海峡造陆不就好了吗？的确，我国有天鲲号和天津号绞吸船，还有亚洲最大爬溪式挖泥船通俊轮，最大舱容达38168立方米。台湾海峡长130公里，平均深度为60米。如果修建一个双向8车道道路，按照40乘70乘13万的数据来计算，大概需要40亿立方的土方量进行回填，也就30个三峡大坝。一艘天鲲号大约需要69年完成，但要是再加上天津号和通俊轮，能直接减少2/3的时间，届时填平台湾海峡或许真不是问题。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台湾海峡是我国重要的海上国防通道，直接填平修路肯定会影响通行。无论是大型舰船还是对外贸易的货轮，都将受此影响造成损失。排除填海造陆这一不可行的选项，再回看台湾海峡的地理与气候条件，更能理解跨海段建设的艰巨性。在早期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，也有人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项工程的难度太大。台湾与大陆曾是一个整体，后来经过复杂的地质活动，两地之间较低的部分被海水淹没，于是形成了如今的台湾海峡，将我国的东海与南海连接起来。在福建省的东部有一个北礁村，在台湾省的北端有一个富贵角，将这两个地方用线连起来，就是台湾海峡的北部起点。在广东省的东南部有一个南澳岛，在台湾省的南端有一个猫鼻头，这两个地方的连线就是台湾海峡的南部终点。台湾海峡的水域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，它的长度在400公里左右，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，
两头宽，中间窄，而最窄的地方也有130公里。这段距离放在陆地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要想在海上修一条13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线，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大工程。台湾海峡的平均水深在60米左右，并且受峡管效应影响，海峡内部的风浪较大，4级以上风浪占42%，5级以上的风浪可以占到28%，极端天气下风浪能够达到9级左右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想要在海峡中央修建跨海高铁，无论是施工阶段还是后期维护，都需要拿出更高的成本和更先进的技术。但对于基建狂魔来说，却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了验证跨海大桥的可行性，平潭公铁两用大桥采用了浮吊完整吊装的方式，在大风天气每年平均超过300天，并且经常遭受台风侵袭的海峡上进行施工，顺利完成了大桥建设，完成了许多全新的跨海大桥技术验证。如今，随着扶贫铁路的建设通车，京台高铁跨海规划也逐渐提上日程。结合台湾海峡的地形与两岸城市需求，其最后一段的最佳方案已初步明确，建设一条公铁两用的超级跨海大桥。但是建跨海大桥的话，大概有3条路线可供选择。北线从平潭岛到台湾省新竹约130公里，中线从南日岛到台湾省苗栗约200公里，南线是由台湾学者提出的，从厦门到金门，再到澎湖列岛，最后到嘉义约270公里。由于中线、南线距离远且地震较多，因此北线依然是最优方案。北线从福建省平潭站出发，一路向东横跨整个台湾海峡，预计跨海长度在120公里左右，然后在台湾省新竹市附近上岸。新竹市位于台湾省西北部，被新竹县包裹在内，它西面临台湾海峡，与平潭岛隔海相望。新竹市的面积约为102平方公里，有人口约40万人。这里是台湾省高科技园区的主要聚集地，有着台湾硅谷之称，对铁路交通的需求很高。京台高铁到达新竹后，继续向北穿过桃园市，最后到达台湾省的省会台北市。台北是台湾省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这里的面积约为271.8平方公里，有人口约250.5万人。只有到达台北市，整个京台高铁才算全线完成。而这条线路完成之后，带来的价值将难以估量。有了高铁连接之后，只需7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从北京直达台湾，普通人乘坐高铁就能实现往返两地游玩的愿望。京台高铁沿途经过50多个城市，对台湾省来说，大陆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。有了这条高铁之后，两岸的贸易规模将成几何倍增长，是台湾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。京台高铁建成之后，台湾省将彻底接入我国高铁网络，两岸从此会变得密不可分。如果京台高铁建设完成，还可以为我国建设超长跨海大桥提供经验。未来的琼州海峡跨海大桥、渤海湾跨海大桥等项目都有可能成为现实。而这跨越海峡的钢铁长龙，不仅是交通动脉，更是民族情感的纽带。海峡如虹贯古今，同根同源赤子心。待到通车团聚日，华夏山河共奏琴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。